这是你和子涵的休书。你找死！你的天生剑骨现在归我了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我才是天剑宗未来宗主。安心去死吧，垃圾！我不能死，墨渊的仇我必须报！叶晨绝不能死！剑骨重生了。墨渊、墨雄，我必杀你们！莫师兄吩咐了，找到叶晨的碎尸就剁碎了魏剑骨，废了剑骨扔这鬼地方，早就成渣了。来得正好，送上门的利息，不收白不收。砍了叶晨的头回去，大师兄肯定赏我们上品灵石。听说这小子当年压了大师兄一头。现在还不是落得万箭穿心的下场？他早就成剑下亡魂了。你是叶晨，你没死。你们要找我的头，问过我手里的剑答不答应？我的本命剑，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饶命！叶师兄饶命！我们都是受大师兄指使的。动我的人都得死。墨渊现在在做什么？大师兄对外说你叛门，下个月就要和洛圣女定亲。墨渊，你找死！是墨渊安排的伏兵。陈哥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洛师姐宁死不肯跟墨渊定亲，已经被软禁在青阴竹居了。全宗就我和师姐不信你叛门的传闻。这是我偷来的上品疗伤丹。知道了。快送！抓到叶晨，赏上品灵石100块。这不是叛门废柴叶晨吗？正好抓你领赏。成哥，他们人多。切！猪鸡小贼也敢挡我！聒噪！我的胳膊！这是收的第一笔利息。
我爷爷是大长老，你死定了！先去山下访视，买丹药救子涵。天剑宗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，连本带利全部讨回来。老东西，这剑谱归我了。这是我家传的呀！敢反抗，莫雄大长老罩着我！我的剑怎么回事？敢抢东西，找死！东西还回去，再赔灵币。我错了，求您饶命！滚！再敢欺压散修，废你修为！求饶命！居然是叶晨！快报信，叶晨没死，在苍兰访视。谁在那里？莫兄，叶晨没死。不可能！他明明被扔去剑肘了！该死的牌役，叶晨必须死！全宗戒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包庇者同罪。是。看守这么严，怎么进去？小果，洛师姐，陈哥他没死。我就知道他不会死，我从来都信他不会叛门，更不会就这么没了。把这续命丹交给他，路上避开巡逻弟子，千万不要暴露行踪，务必亲手交到他手上。师姐放心，我拼了命也会送到。私通叶晨，我这就报给大师兄。大师兄，查到了，叶晨没死，和洛子涵有联系。好啊，终于敢露头了。爷爷，这正是除掉叶晨的好机会，我们拿洛子涵当诱饵。传令下去，3日后演武场，以私通叛贼的罪名废掉洛子涵的修为，引叶晨自投罗网。弟子领命。陈哥，墨渊要在演武场废了洛师姐的修为。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必须去救他。陈哥，你看这剑。3日后，我们去演武场。叶晨叛门逃匿，洛子涵私通叛贼，3炷香内叶晨不现身，即刻废他灵根。
我来了，放了他。我的剑不受控制了，这是万剑臣服的异象。哼。哼。你居然没死！今天我就要你彻底葬身于此！叶辰叛门七宗，拿下者赏上品灵石1000块，进内门核心。1000块灵石，你偷了我的剑骨，就用这点东西买我的命。哼，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你的天生剑骨，以后就是我的了。你的天生剑骨早就是我的了。叶辰，姐姐，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那是排异反应，大师兄的剑骨不是自己的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怎么回事？陈哥，我没事。是清玄宗的噬骨针，3个时辰不解就魂飞魄散。你找死！叶辰叛贼，伤我天剑宗大师兄，还敢在演武场行凶！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要么交出剑神传承，要么你们3个都别想走。正门被封死了，后山密道能下山，先找地方给小果解毒。好，先撤。毒入肺腑，撑不住半个时辰。叶辰交出剑神传承，我放你们走。万剑臣服。敢动我的剑，
区区筑基期的小子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，不识抬举，死！结剑墙，挡！下一击，送你们下地狱！哈哈哈哈！小子，今天插翅难飞。别怕，我有办法。给我炸！混账！敢耍阴招！小心！给我追！果然是剑神传承。是柳苍的清玄毒。我有宗门秘制解毒丹。我还没死，这是我攒了半年的证据。墨渊挖了叶辰的剑骨扔去剑种。墨渊，我定要你血债血偿！什么人？出来！滚出来！叶辰，我有话和你说。苏宗主也和莫雄一伙。这是3年来莫雄偷换的宗门灵药，全是给墨渊治剑骨排异的。空口白牙，我凭什么信你？你有万剑沉浮的能力，可查我神魂。若有恶意，你直接毁我本命剑。本命剑与神魂绑定，
毁剑就等于毁了他数百年的修为，甚至直接殒命。他竟做到这步！给我仔细搜，叶晨那逆贼肯定躲在这附近，找到人直接格杀勿乱。你带的路，给我搜！苏宗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此乃我划定的闭关辖区，闲杂人等不得擅入。苏玄清，你少拿宗主身份压我！你是不是故意包庇叛贼叶晨？大长老说话要讲证据，叶晨叛门案尚未定论，你一口一个叛贼，是要越过宗主私定罪名。再不滚，按私闯宗门禁地处置，逐出师门。我们走。叶晨，你要突破金丹期了。苏玄清摆明了护着叶晨，他要做什么？10天后宗门大典，他要公布罪证，给叶晨翻案。咱们先下手为强，安排死士混进大典侍卫队，只要叶晨敢现身，当场格杀。事后把杀人罪名扣到苏玄清头上，就说他私通叛贼叶晨，被我们当场抓包击毙。正好一并清理了这个碍眼的宗主。爷爷此计甚妙。这是我刚练好的断魂剑，淬了1000年魂断草的剧毒，只要碰着叶晨一点皮肉，他就会神魂俱灭，就算有剑神传承，也救不了他的命。他们居然要下这么狠的手！你平时多留意莫雄祖孙的动向，要是有什么消息，第一时间去剑冢附近的藏身处报信。放心吧，小果，我一定办到。还差最后一步，金丹可成。不好了，墨渊大典要杀你们！金丹已成，正好去算账。明日见到叶晨，格杀勿乱。明天就是叶晨的死期。
此人为何给我一种莫名的压迫感？宗门大比正式开启，参赛弟子们依次上前抽取对决签号。外门杂役也敢来送死，认输滚下去，免得脏了我的剑。出招吧！你是什么人？外门杂役，叶晨。这叶晨是从哪冒出来的？一招之敌，外门弟子打败这叶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太厉害了吧！一招制敌，恐怖如斯啊！是。无名散修也敢在我苍玄界的地盘撒野，今天就拆了你的骨头！说完了，动手吧。叶晨，居然是你！此人作弊，他的剑有问题，我要求搜身检查。这场比赛，你说这些上品灵石就是你的？作弊的人是谁？什么？竟然是这样！太过分了！叶晨资格有效，比赛继续。务必亲手交到叶晨手上。叶晨哥哥，喝水。叶晨，你居然真的没死！叶晨，既然回来了，何必藏头露尾？啊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墨渊，3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是叶晨。叛门余孽，还敢现身宗门大比？执法队何在？给我拿下！想动手的尽管来。叶晨，你害我至此，今日必杀你！墨渊，你勾结外宗，陷害同门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大胆妖女，竟敢污蔑本宗少宗主！执法队听令，封锁演武场所有出口，将叶晨、骆子涵2人一并拿下。有杯酒，走。叶晨，你逃不掉了，交出剑神传承，或可留你全尸。废话少说，想要传承，自己来拿。
你的脏手拿开！我的手，叶晨，我要杀了你！莫雄，住手！大比暂停，叶晨之事需重新审判。苏玄清，哼，叶晨是叛门余孽，证据确凿，你还要包庇他？证据？你是指那些漏洞百出的伪证吗？今日我便当着全宗的面重审此案。天哪，宗主竟然穿了只有祭天、传位大典才会穿的白金祭祈服。毕竟是要重审3年前的冤案，关乎宗门清议，自然要以最郑重的仪制来办。今日召开全宗公审，事关天剑宗100年清誉，宗门正统，当以最郑重之仪还受害者公道，还全宗一个清明。这是莫雄多年来贪没宗门资源的罪证，我们可以作证。原来墨渊才是叛徒，我们都被他骗了。大长老居然如此贪墨，简直是人神共愤。就算罪证确凿又如何？叶晨私闯宗门大比，打伤弟子，按宗规就该处死。还有，他勾结外人。莫雄、莫渊、叶晨案真相大白，你们陷害同门，贪墨宗门，滥用职权，数罪并罚，即刻起废除你2人修为，逐出天剑宗，永不录用。想跑，先把欠我还回来。想废我修为，做梦！我就算死，也要拉你们垫背。都给我孙儿陪葬吧！不好，他要自爆，快后退！万剑护盾，起！怎么？墨渊，你还想往哪儿跑？叶晨，我错了，我是被爷爷蛊惑的，求你饶我一命。死到临头，还敢执迷不悟？叶晨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赢不了，你永远也赢不了。那是召唤符。墨渊，快扔掉禁符，你会毁了整个天剑宗。没错，这是我从上古遗迹中得到的禁术。既然我要死，我就让整个剑种陪葬，让整个天剑宗不得安宁。好重的凶煞之气，天剑宗竟封印着此等上古凶物。杀气侵体，快运功抵挡！剑种出事了！叶晨，那是上古凶剑的气息。不是一把，是很多把。墨渊那个疯子，把封印解开了。子涵，拿着这个，如果我回不来，替我守好天剑宗。你说什么胡话？你必须回来！
剑肘万剑，听吾号令，上古凶剑，速速归位！你是上古剑神？墨渊，你陷害同门，残害忠良，勾结外敌，释放禁术，罪无可恕。我以天剑宗首席弟子之名判你废除修为，囚禁剑主，永世不得出。恭迎剑神归位！苏宗主好大的威风啊！一个叛门余孽，几句话就洗白了，还剑神，可笑！柳宗主，此乃我天剑宗内务，何时轮到你来插手？内务？叶晨在宗门大比上打伤我清玄宗首席弟子林月，这笔账你跟我说是内务？林月在公平比试中落败，技不如人。柳宗主要为他出头，是要告诉天下人，清玄宗输不起。牙尖嘴利，叶晨，你勾结莫雄余党，窃取上古剑神传承，残害同门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。柳苍，你在我天剑宗大殿上动手，是欺我天剑宗无人吗？苏宗主，这是修真界联盟的联合令，叶晨之事已惊动整个苍玄界，各宗联名要求公开处理，你可别想一手遮天。你要如何？简单，3日后在苍玄峰顶召开苍玄论道，各宗共同审判叶晨。若他真有冤屈，自当还他清白；若他罪证确凿，那就按修真界规矩处置。叶晨，这是个陷阱，柳苍肯定合了莫雄的残余势力，要在论道大会上对你不利。好，3日后，苍玄峰顶，我叶晨奉陪到底。叶晨，你有胆量，3日后见。叶晨，你太冲动了。苍玄论道是各宗联合举办的盛会，柳苍若在那里发难，苏宗主，我若不接，他就有了光明正大讨伐天剑宗的借口。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主动迎战。诸位同道，今日苍玄论道，只为公审一人，天剑宗叛徒叶晨。他窃取上古剑神传承，残害同门墨渊莫雄，罪大恶极。伪造，这些都是伪造的。伪造？那这些也是伪造的吗？这不是我们宗门的印剑吗？难道联合令是假的？柳宗主，这印剑为何会在你手上？这是诬陷！叶晨，你血口喷人！叶晨，你找死！我的本命剑！叶公子剑法通神，我等之前被柳苍蒙蔽，险些酿成大错，还望公子恕罪。柳苍伪造联合令，勾结莫雄，陷害叶晨，证据确凿，从今日起，修真界共弃之。叶晨，我之前错信奸人，差点让你蒙受不白之冤。从今日起，天剑宗宗主之位，苏宗主，过去的事就不必提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。你说，天剑宗的规矩该改了，资源不该只属于少数人，剑道传承应该向所有弟子开放。
好，我答应你。成哥，这里就是剑冢啊。是啊，答应带你来见识真正的剑道传承吗？陈哥，这些剑好像在欢迎你。不是欢迎我，是欢迎剑神传承。成哥又突破了，这下谁还敢欺负我们？距离剑神还差最后一步。主人虽被废，但只要我们拿到剑冢深处的上古凶剑，就能翻盘。可叶晨那小子太强了，我们……墨渊都被我废了，你们还敢兴风作浪？叶公子饶命，我们也是被逼的。墨渊的爷爷墨雄生前留了一封信，说要我们在他死后把剑冢里的上古凶剑放出来。又是上古凶剑。信在哪儿？这是墨雄手书，剑主深处藏有封印，位置与解法皆录于此。更有一头被上古剑神亲手镇压千年的剑魔邪物，难怪墨渊临死前那么疯狂。原来他早就知道剑冢下面封印着这个。叶晨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先回凌霄殿告诉苏宗主，然后我去剑冢最深处加固封印。叶晨，这封印阵已经快要失效了，你能修复吗？能，但需要时间，而且需要剑神传承的全部力量。子涵，你帮我护法。你放心。叶晨，没想到吧，墨家还没倒呢。莫名，你找死！叶晨，受死吧！不准你碰陈哥！万剑沉浮。叶晨，你果然不能动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怎么可能？叶晨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封印完成了。叶晨，你救了整个苍玄界。陈哥，我的剑碎了。等回去，我亲自帮你练一把新的，比这个好100倍。真的，一言为定。
苍玄界业辰，功参造化，德配天地，九重雷劫已至，度之则飞升仙界，败之则形神俱灭。这不是普通的飞升雷劫，这是上古剑神劫！哈哈哈！9重雷劫，我接下便是。叶辰，等我回来。万剑来！9重雷劫已过，叶辰，你已是真正的苍玄界剑神，何时飞升，由你自决。恭贺剑神归位！苏宗主，我不需要宗主之位，但我有一个心愿，废除天剑宗过去的不公规则，让每一个弟子，无论出身，都有机会得到最好的修炼资源。天剑宗从此打破资源垄断，上古功法、高阶剑气对全界剑修开放。叶辰，你真的决定暂不飞升？苍玄界的事还没完全了结，剑种下的封印虽然加固了，但剑魔的威胁还在，还有清玄宗的残余势力。柳苍虽到，他背后可能还有人。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跟着。这是剑神传承的核心功法，我想和你一起修炼。这是剑神传承，你愿意和我分享？双剑合璧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。子涵，我们一起去仙界，好不好？好。柳苍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大人，叶辰太强了，叶辰虽强，但他并非无敌。我已查清楚，剑种下镇压的剑魔与叶辰的剑神传承本就是一体两面，若能引出剑魔，叶辰必败。可那封印已经加固，怎么引？封印虽加固，但叶辰的剑神传承是钥匙，只要让他在战斗中主动引动传承之力，剑魔就会苏醒。而能让叶辰全力出手的人，你还有用。叶辰，上古剑神当年亲手镇压了自己的另一半。如今你继承了他的传承，就该继承他的宿命。前方天剑宗，来者何人？叶辰，滚出来受死！叶辰，滚出来受死！柳苍，他不是被废了吗？气息不对，他身上有魔气。柳苍，你已被邪魔附体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邪魔，我就是邪魔！叶辰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今天我要你血债血偿！这力量不是你的，你身后的人是谁？这样下去，他会爆体而亡。
有人在用她当弃子，引我出手。叶晨，出手吧！只要你动用剑神传承的全部力量，戒魔就会被唤醒。原来如此，躲在暗处的人，你的算盘打错了。叶晨，你果然来了，可惜晚了。你是魔界的人？魔界？不，我是戒魔的仆从。1000年前，上古剑神封印了他的另一半剑魔，如今该是戒魔重临的时候了。终于自由啦！主人，你终于醒了！蝼蚁也配称我为主人？你就是继承了我另一半力量的家伙，有意思。你就是上古剑神镇压的戒魔？镇压？那老东西不过是将我封印，他是剑神的神性，我是他的魔性。他一心想成仙，就把我丢在这里镇了1000年。如今，我终于可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包括你体内的传承。你就这点本事？那老东西的传承，在你手里真是浪费。叶晨，我来帮你。双剑合璧，有意思。子涵，我没事。叶晨，我们只有一起上，才有机会。
两个蝼蚁也敢与我争锋？叶晨，我们一起！不会再给你机会，万剑归宗！叶晨，没事。只是消耗太大了。走，我们回天剑宗。成哥，你吓死我了！好了好了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叶晨，你又救了苍玄界一次，我代表天剑宗，代表全苍玄修士向你致谢。不，苍玄界叶晨，诛除剑魔，功德圆满，即刻飞升仙界，不得有误。你去吧，我会等你。不，我们一起走。什么？天道只说让我飞升，没说不能带人。而且双剑合璧的力量，本就是2个人才能发挥的。天道，我要带我的道侣洛子涵一同飞升，可否？双剑合璧，功德圆满，云。小果，你现在还小，修为还不够，仙界太危险，我不能带你去。但你好好修炼，等有一天你足够强大了，我来接你，好吗？苏宗主，这是完整的剑神传承功法，留给天剑宗，希望你能用它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弟子。你放心，叶晨，天剑宗绝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这一去，便是永别了。苍玄界的各位，后会有期。小果，替我们守好天剑宗。成哥，又来2个下界的，穿成这样，哪个穷乡僻壤飞升上来的？苍玄界，叶晨。苍玄界没听过，3000小世界每年飞升上来的废物多了，能活着走出飞升池的10个里不到3个。叶晨，他们修为不低。按规矩，飞升者须经飞升池淬体，洗去下界浊气，
方能踏足仙界。下去吧。这池水看着不对。这就对了，飞升池会根据入池者的根骨自动调节淬体强度，根骨越差越难熬。怎么怕了？我跟你一起。不对，这不是淬体，这是在剥离我的剑骨。仙气，下界飞升者怎么可能有仙气？子涵，收剑！在你下界，你或许是顶尖强者，但在仙界，你连最底层的地剑士都算不上。不想死，就老老实实淬体。这池水淬的不是体，是骨。你们想把飞升者的根骨废掉？胡说八道！你倒是敏锐，没错，飞升池淬体是假，习骨是真。仙界不需要太多飞升者，资质平庸的趁早废了，免得浪费仙灵之气。你们这是仙界？仙界早不是你们话本里写的那样了。九重天五帝为尊，3000小世界的飞升者，要么乖乖当底层蝼蚁，要么死。子涵，还能撑吗？能。好。这气息是剑印，他是剑道传人。你们的规矩我不认，认不认由不得你。住手！飞升池异动已被剑月兼天境捕捉，那位飞升者带回剑域。是接引使大人，你运气不错，剑域要见你。剑域，仙界九重天，剑修皆归剑域管辖。跟我走。叶晨，仙界和我们想的不一样。不管变成什么样，我们一起扛。苍玄界飞升者，报上名来。叶晨，他是吴七洛子涵，与我同修剑道。兼天境显示，飞升池的淬骨阵对你无效，你身上有上古剑印的气息。剑印，上古剑神的传承印记。每一任剑神陨落前，会将毕生修为凝为剑印，传给继任者。你左眉的剑疤，就是剑印所在。炎银使知道剑神的事，仙界谁不知道？曾经执掌九重天的5位帝君中，剑神位列第1。后来他被其余4帝联手围杀，剑印下落不明。如今过了8000年，4帝为什么要围杀剑神？这不是你们现在该问的。修为在仙界属于最低阶的地剑士，但你体内的剑界碎片倒是罕见。剑界碎片，落时将他的本命剑界打碎，碎片散落各界。你能在下界修成剑印，必是融合了一片。这东西在仙界足以让大剑师都眼红。叶晨，我劝你一句，请说。在剑域不要轻易暴露你的剑印。当年围杀剑神的势力，如今在仙界依然根深蒂固。你的天赋越强，死得越快。所以，我要藏锋。不是藏锋，是活命。多谢炎银使提点，但我叶晨行事不习惯躲藏。哼，也像8000年前上一任剑神也是这么说的。这位姑娘的剑心倒是不俗。接引使谬赞。接引使，我想知道仙界如今的势力格局。也好，仙界分9重天，我们是第1重剑域，依次是丹域、阵域、气域、符域、灵域、魂域、石域。第9重是地域，5帝坐镇地域，执掌仙界一切规则。5帝：苍龙帝君、凤凰帝君、玄武帝君、白虎帝君，以及曾经剑神的席位已空缺8000年。4帝之下，每一天都有域主。剑域的域主是剑尊秦无极，他是仙界如今公认的最强剑修，也是天剑脉的脉主。天剑脉，剑域分5大剑脉：天地玄黄羽。天剑脉最强，羽剑脉最弱。你若想在剑域立足，得选一脉加入。接引使大人，天剑脉、地剑脉、玄剑脉都派人来了，
说要见今天飞升池异动的飞升者。消息走漏的这么快，五位脉主那边也都知道了。看来你想藏风也藏不住了。5大剑脉的人，你自己应付。兵来将挡。接引使，天剑脉要人。秦烈，你天剑脉今年已经抢了7位飞升，这位该归地剑脉。玄剑脉今年1个都没收到，这位我要。就是他。起人！剑印。上古剑神的印记，8000年了，终于又出现了。你叫什么？叶晨。叶晨，你来自哪一界？这道疤是剑印入体留下的，什么时候的事？3年多前。3年？那你认不认识一个人？什么人？你们苍玄界有没有一个叫秦无法的剑修？秦无法。我曾在剑总的历代掌门碑上见过这个名字，上阵天剑宗掌门，1000年前飞升仙界，下落不明。他是我父亲。秦无法，你是说那个从苍玄界飞升，后来叛出剑域的人？他不是叛徒。1000年前，我父亲飞升仙界，加入天剑脉，后来他发现了一些关于上古剑神的秘密，触怒了某些人，他们给他安了叛徒的罪名，把他……他怎么了？他被废了修为，打入剑种禁地最深处，至今还活着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就在剑域的剑碑林最深处。我每10年才能见他一面。你能激活剑印，说明你得到了剑神的认可。剑神当年和我父亲有过一段渊源，所以今天天剑脉要定你了。秦烈，你扯这些旧事是为了拉关系。不管他是什么来源，玄剑脉也要争。今日若2位想抢人，那就按剑域的规矩斗剑。你认真的？我秦烈从不开玩笑。诸位不必争了，剑尊有令。叶晨暂时不入任何一脉，先去剑碑林接受入门试炼。剑碑林那是核心弟子才有资格进入的地方，这是剑尊亲口下的令。叶晨，剑碑林里埋葬着历代剑修的剑意残魂，通过试炼，你才有资格留在剑域。通不过，就地逐出。我去。剑碑林深处有我父亲的残魂，你若见到他，告诉他，儿子一直在等他出来。仙界剑修的等级，记住了，从低到高，地剑士、天剑士、大剑师、剑宗、剑尊、剑帝。我现在是最低级的地剑士，准确说是地剑士1阶，共9阶，每突破1阶，体内剑元会凝实1倍。你的剑气很精纯，但从量化标准看，就是最低级。告诉我剑碑林的规则。剑碑林共99座剑碑，通过1座领悟1道剑意，通过3座为地剑士，通过10座为天剑士，通过30座为大剑师。历代天资最高的记录是第一次进入就通过15座。谁创的？上任剑神，8000年前他第一次进剑碑林，连破23座。23座，那我的目标就是24。口气不小，知道剑碑林的淘汰率有多高吗？10个人进去，8个在第1座剑碑前就卡住了。剑意攻击是直接作用于神魂的，扛不住就是重伤。叶晨，我跟你一起进。不行，你不是剑修。剑碑林只允许持剑者进入。我修的也是剑道。这把剑，仙气胚胎，下界怎么可能有这种品阶的剑？机缘所得。即便如此，入门试炼只针对叶晨一人，这是剑尊的命令，你留在外面。可是，子涵，听秦烈的，我一个人进去。小心。就是他，飞升池异动的那个。听说有剑印，吹的吧？他修为才地剑士1阶，1阶。我3阶进去都被第1座剑碑轰出来了，他这不是找死吗？叶晨，入林之前我提醒你，剑碑林无回头路，进入之后必须连过3座剑碑才能主动退出，过不了就会被记忆反噬，神魂受损。明白。进。后来者皆无一剑。第1座过了。
这么快？他进去才几个呼吸？第2座过了，第3座也是直接过。不愧是苍玄界出来的。这个气息是剑神残魂。见剑神的残魂就在这剑碑林深处。万剑护盾，不再是被动承受，主动攻击吗？来得好。第10座了，天剑士的门槛。第一次进剑灵田就过了10座，这比肩当年的剑尊大人了吧？你刚不是说他进去就是找死吗？我收回。父亲，你看到了吗？又一个从苍玄界走出来的剑修。规矩，离殿概不负责。规矩，离殿概不负责。你想典当什么？是剑神残魂在指引我。剑印终于来了。你是上古剑神？我不是他，我是他曾经最信任的人。我叫秦无法，苍玄界天剑宗第17代掌门。你是秦烈的父亲？秦烈还活着，他在监狱。他就在外面。他让我告诉你，他一直在等你出去。告诉他，不要等。我被困在这里，不是因为剑碑林，是因为我知道了一个秘密，一个关于上古剑神陨落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剑神不是被围杀的，真正杀死他的人是他自己。什么意思？记住，剑界碎片不可信，剑印也不可信，所有传。剑神里记的封印被触动了。禁地，那里面关的是。禁地封印被触动了，你在里面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禁地，我只是在10道分叉口看到一座残破的石碑，触碰了一下。你见到他了？见到了，
第一次觐见碑林，连破10座剑碑，还触动了禁地封印，当之是地剑士1阶。你隐藏了修为？没有。不管有没有隐藏，连破10座剑碑是事实。黄剑脉要你，黄剑脉排名第4，也配来抢？排名不代表一切。黄剑脉承诺，叶晨若入我脉，直接给核心弟子待遇，每月30枚剑元丹。剑元丹是剑域硬通货，1枚足够普通地剑士修炼1个月。地剑脉给50枚，外加1柄仙品初阶配件。玄剑脉给80枚，外加1柄仙品中阶配件。秦烈，你不报价？天剑脉不报价。哈哈哈哈！怎么，天剑脉穷到连一个飞升者都抢不起了？不是抢不起，天剑脉不靠条件收人，靠剑道。叶晨想入哪一脉，他自己决定。羽剑脉也给80枚剑元丹，仙品中阶配件1柄。羽剑脉，你们排名垫底，穷得连剑碑林维护费都交不起，拿什么给？呵呵，老朽可以自掏腰包。敢问前辈名讳？羽剑脉脉主座下执事陆河。多谢诸位抬爱，但来剑界第1天我就说过，选择剑脉凭的不是丹药和配件，你凭的是什么？剑道。秦烈，你父亲秦无法是我苍玄界天剑宗第17代掌门，我在剑碑林见到他的残魂，他说了一个关于剑神的秘密，他没说完，被人强行打断了。我要加入天剑脉，不是冲条件，是冲你父亲那句没说完的话。天剑脉，欢迎你。哼。这是什么？天剑脉的传承之剑，8000年前剑神亲手折断，原因没人知道。天剑脉目前共有弟子320人，核心弟子12人。天剑脉的日常事务由副脉主主持，你暂时作为外围弟子入驻，3个月后核心弟子考核，如果通过，可以直接晋升。麻烦了。还有一事，他的安排。我是叶晨的妻子，他加入天剑脉，我跟着他。剑域规矩，非剑修不得入驻剑脉驻地。我说过，我是剑修。这把剑材质是仙界仙霞石，仙界仙霞石只有百花谷有产出。你一个下界飞升者，怎么会有百花谷的仙霞石铸成的剑？这是我在苍玄界偶然所得。你知道百花谷在仙界是什么地方吗？9重天第2重，丹域第1宗门百花谷，专司仙药培育，也擅长用女修的精血培育禁忌仙药。什么意思？百花谷会从各界搜罗有特殊体质的女修，以收徒为名带回谷中，用他们的精血浇灌仙药。那些女修没有活过30年的。你这把剑既然是用仙霞石铸造的，说明铸造者进过百花谷，而且进去过内谷，他多半是偷了仙霞石跑出来的。这把剑是一位前辈临终前交给我的，他没说过他的来历。你的前辈替你挡了一劫，百花谷的人要是看到这把剑，一定会把你抓回去问清楚。在剑域内还好，出了剑域，千万不要让百花谷的人看到这把剑。秦烈今天说的百花谷，你信多少？全信。那把剑要不要封存起来？不用，但在我突破天剑士之前，你不要单独离开剑域。多久？3个月。3个月后，核心弟子考核，我要拿第1，然后我带你去剑碑林，找我需要知道的答案。什么答案？秦无法说，杀死剑神的不是4弟，是剑神自己。他还说剑界碎片不可信，剑印也不可信，但没说完就被打断了。如果秦无法说的是真的，那你体内的剑界碎片和剑印，就是2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的雷。叶晨，出来！百花谷来人了，指明要见洛子涵。别冲动，先看看情况。为首的是百花谷内门执事花恋月，大剑士修为，旁边是他的贴身侍女。仙霞石
果然是我百花谷的东西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别紧张，我们是来认亲的，不是来抢人的。小姑娘，你这把剑是哪儿来的？一位已故前辈所赠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没告诉我，那我来告诉你。百花谷80年前失踪了一位内谷弟子，叫苏云秀。他失踪前偷走了内谷一块品相极好的仙霞石，百花谷找了他80年，没想到他在下界死了，还把石头炼成了剑。你既是苏云秀的传人，按百花谷规矩，也当算我百花谷弟子。跟我回百花谷，我亲自收你入门。她是我的妻子，不入百花谷。地剑是1阶，你有什么资格替她做决定？花指示，这里是剑域，不是你百花谷。剑域弟子及其家眷不受百花谷的规矩约束。秦烈，你一个天剑脉的普通核心弟子，也敢这般对我说话？我不是在跟你说话，是在提醒你，花执事若有异议，可以找剑尊大人理论。剑域的铁规矩我没兴趣挑战，但洛子涵手持百花谷献器这件事，我会如实禀报谷主，到时候自有谷主出面交涉。苏云秀偷走的不只是仙霞石，还有百花谷最重要的一味仙药种子，他一定把东西藏在了某个地方。你若知道下落，交出来，百花谷可以给你想象不到的好处。若隐瞒不报，考虑考虑。苏云秀偷走的那味仙药种子，如果真是百花谷说的那么重要，洛子涵以后就彻底不能离开剑境了。百花谷主亲自出面交涉，剑尊未必会为一个外人得罪百花谷。他不是外人，在剑尊眼里，他就是。这把剑，前辈给我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：不要让百花谷的人找到你。我当时不明白，现在明白了。那位前辈临终前有没有留下什么别的东西？只有这个。前辈说，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这不是铜钱，这是百花国内谷才有的千瓣莲图案，这东西多半是百花谷的信物。这枚铜钱里藏着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缕极其微弱的剑气。天剑脉的弟子不多，因为天剑脉受了一道诅咒。什么诅咒？8000年前，剑神亲手折断了他自己的剑，又留下话：入天剑脉者，不得善终。1000年前，天剑脉曾是剑域第一脉，弟子过万。后来诅咒开始应验，每一个天剑脉弟子的剑最终都会断裂，人也会跟着死。令尊秦无法的剑也断了，没断。所以他不是死在诅咒下，是被扣上叛徒的帽子，活活镇压在剑碑岭。这和剑神有什么关系？8000年前，剑神最后一次现身，做了一件事，他把自己的本命剑界打碎，散落各界，又把追随他的7大剑仆全部镇压在剑碑岭禁地。我父亲就是发现了这件事。剑神为什么要镇压追随他的人？不知道，我父亲刚准备说，就被禁地封印察觉了。如果天剑脉的诅咒是真的，为什么你还留在这里？因为我不信，我不信一个为了苍生甘愿陨落的剑神会在临死前诅咒自己的剑脉。天剑脉诅咒一定有别的原因。这是召集所有弟子的剑钟，出事了。刚刚接到剑尊传令，地剑脉、玄剑脉、黄剑脉、羽剑脉联名要求废除天剑脉的剑脉资格。啊！凭什么？3日后，剑域议会投票表决，若4脉通过，天剑脉将被逐出剑域，所有弟子遣散。副脉主，剑尊什么态度？剑尊是天剑脉的脉主，但他也是剑域的剑尊，他不能只为天剑脉说话。4脉联名，针对的不是天剑脉，是我。你说4脉联名针对的是你？我刚到剑域，剑碑陵触动禁地封印，秦无法的残魂说出剑神陨落的秘密，然后第2天，4脉联名要废除天剑脉，这不是巧合。百花谷昨天才到，今早4脉就联名。花恋月昨晚离开的时候去了哪个方向？地剑脉驻地在西南，玄剑脉在正南。花恋月的轿子离开时确实走的南边。4脉联名，百花谷在背后牵线，就算知道也没有证据。3日后表决，天剑脉很可能会被驱逐。一旦被驱逐，你就失去了剑域的庇护。百花谷可以名正言顺带走洛子涵。秦烈，天剑脉还有没有别的传承记录？关于剑神当年的事？有，禁地。天剑脉后山有一座封印的洞府，据说是8000年前剑神亲手封的，里面可能有他留下的手札。但天剑脉有规矩，任何弟子不得擅闯禁地，规矩是死的。你想好了？
我跟你去。就是这里，封印是8000年前的，我的剑气打不开。吾修行万年，终于正得剑帝之位。五帝执掌仙界，本应各司其职，然吾发现仙界9重天之上，尚有更高存在。此存在以众生为起，以仙帝为奴。吾欲破局，被四帝围杀，非四帝杀吾，乃吾以四帝之手自伤。非自伤不能入轮回，非入轮回不能摆脱天道烙印。吾将毕生修为凝为剑印，将本命剑界一分为9，散落各界。剑界碎片中藏有吾对天道的理解，然碎片中有伪天道残石，趁无裂界之机渗入其中。凡得剑界碎片者，修为越深，受天道烙印越重，最终将成为天道的傀儡。秦无法说的剑界碎片不可信。剑印呢？至于剑印，乃吾毕生修为所凝，修为足够，可继承吾全部力量。然吾以四帝之手自伤，剑印之中染了吾之残血，此血中有吾对四帝的恨意，恨意不解，得剑印者终将被恨意吞噬，成为另一尊杀神。这意思是你体内的剑印和剑界碎片都带着剑神的诅咒？不是诅咒，是天道的陷阱。继承吾之传承者，将在仙界万劫不复，因其身上同时携带天道烙印与剑神恨意，仙界无人可容，天道不可容。此传承非祝福，乃诅咒。甚至这手札上说，我体内的东西让我成为仙界公敌，天道不容，仙界不容，五帝不容，剑脉不容。但你还是你。秦烈，你擅自带外围弟子闯入剑神禁地，触犯天剑脉第3条戒律。弟子知罪，是我让秦烈带我来的，与他无关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剑神手札。交出来！那东西在天剑脉封了8000年，不是你能碰的。手札上写了天剑脉诅咒的真相，也写了我为什么是仙界公敌。你要销毁它。我不知道什么真相，我只知道手札不能见光，一旦见光，天剑脉就彻底没有回头路了。天剑脉早就没有回头路了。8000年前剑神陨落的那一刻，天剑脉就被钉上了诅咒的烙印。你们不敢碰真相，诅咒就一直压在你们头上。那又如何？守着假象熬下去，总比面对真相去死要好。我不想熬。3天后的剑域议会，我会去。天剑脉的诅咒，剑神的秘辛，百花谷的算计，所有一切，我一并揭晓。3天后的议会，你有把握吗？没有，但手札在手，我可以让剑域诸脉知道天剑脉诅咒的真相。剑道的没落不是天剑脉的错。真相说出去，他们就会信。花莲月离开前对我说的那句话，我一直在想，苏浅被偷走的仙药种子到底是什么？你想去找答案？如果能让百花谷放弃追究，你在议会上少一个敌人，天剑脉就少一个对手。你刚才说百花谷用女修精血培育禁忌仙药，你若进了百花谷，我有紫霞剑，你也说了，双剑合璧才是最强的，分开各自变强，团聚时并肩作战。3天后议会结束，不管你查到什么，不管百花谷对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来接你。考虑清楚了，我可以跟你走，条件是百花谷撤销对天剑脉的反对，这是剑域内务，百花谷无权干涉。你们可以让四脉联名，也可以让他们撤销。我答应你。忍。子涵，外谷是普通弟子居住的，内谷是核心弟子和长老们修炼的地方。以你的资质，会直接进入内谷。多谢花执事。带剑的，我们百花谷什么时候收剑修了？听说是飞升者下界来的。紫霞剑自动护主，不愧是仙霞石铸造的，花香里有东西。对，内谷的鲜花香是有灵毒的，修为不够
轻则头晕，重则昏迷，能撑住的才有资格进内谷。跟我来，百花谷主要亲自见你。你就是苏云秀的传人，晚辈骆子涵。紫霞剑是用我的仙霞石铸造的，那石头是我当年亲手交给云秀的。他说要铸一笔剑送给他最在意的人。云秀临终前说了什么？他说不要让百花谷的人找到你。他到死都在恨我。敢问谷主，苏前辈为什么要跑？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秘密，百花谷培育的仙药需要用女修精血，他不愿意，说这是邪道。可仙界哪有什么正道邪道？仙药的药效，仙帝的修为，都是用别人的命堆起来的。你来了，很好。看在云秀的情分上，我不会伤害你，但你要替云秀做一件事。他用紫霞剑藏了一味仙药种子，那枚种子关乎百花谷能否培育出最顶级的仙药。找到了，你就可以离开。如果我不找呢？那你就替云秀留在百花谷，收起你的剑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百花谷的内谷弟子。明天带他去药田报道。谷主对你很耐心，换成别人早就被扔进药田了，好好珍惜。新来的，你的药旗在那边。药田每日需滴泻3滴浇灌，用灵力催发种子，种不出来加倍罚血。你们管这叫修炼，这叫贡献。新来的带剑不知道百花谷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种药期间不允持有法器，怕有人受不了拿法器攻击禁止。交出来。这把剑是谷主允许我带的。谷主，你一个第一天来的下界飞升者，连谷主的面都没见过吧？吹牛也不打草稿，你敢还手？师姐，教训他。仙霞石碎片，一块就值100枚剑元丹，谁挖出来的算谁？给的。他吸收了仙霞石，他在突破，快打断他！仙霞石碎片被你找到了，就在我的药旗下面。紫霞剑感应到了仙霞石，说明铸造它的时候，剑胎里就融了百花谷的仙霞石。这把剑的品阶仙品中阶，而且还有晋升空间。你的药田不用种了，从今天起跟着花执事。百花谷有一批需要剑蕊温养的仙药，正好用得上你。我用剑气温养仙药，仙药吸收剑气成长。那我的修为呢？剑气不会损耗修为，损耗的是剑心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仙药吸到干枯。不过这件事也让你知道了另一件事，你手里的紫霞剑能感应到这药田下的仙霞石，那就说明苏云舒当年不只偷了一块石头，紫霞剑还有别的秘密。别想着跑，这里不是监狱，百花谷的禁制连大剑师都破不开，别说你一个地剑师。走吧，带你去剑房。从今天起，你每夜在此以剑水温养剑胎，白日回药田。谷主说了，你若能在3个月内温养成功一柄仙剑，就允许你参加百花谷的内谷大比。内谷大比，百花谷3年一次，优胜者有机会进入百花谷最核心的地方——千半莲池。苏云秀当年就是在千半莲池里偷走仙药种子的。谷主也知道你想进莲池找线索，他让我转告你，想查苏云秀的事，大比拿第一，莲池给你开放。在此之前，老老实实待着。对了，你的叶晨还有2天就要在剑域议会上面对四脉联名了，我倒是想看看他一个地剑士能在剑域掀起什么风浪。叶晨，我在百花谷，我们各走各的路，然后并肩。剑气共鸣，他一个地剑士居然能同时引动12柄剑胎，这个飞升者比上一批加起来都要狠。这次的计划怕是要因他而变。你已经看了3个时辰，手札上还有一行字，我之前没注意。什么字？剑印与剑界碎片相冲，欲破此局，需碎其一。碎哪个？手札没说，2个都在你体内，碎哪个都可能要你的命。秦无法说剑界碎片不可信，剑印也不可信，手直说2者相冲，那问题就不只是天道陷阱，我体内的2股力量本身就在互相撕扯。
你感受到了？之前在苍玄界修为低，感受不到。飞升之后，剑界碎片开始苏醒。每次我催动剑印，眉心就会有撕裂感。一开始以为消耗太大，现在看来是两股力量在。还差多久突破天剑士？差一道契机。剑碑林那些剑碑的剑意，我已经全部消化了。但手札上说，剑界碎片会随着修为提升而加强天道烙印，突破越高越难回头。你的意思是不突破？不是不突破，是要在突破前找到压制剑界碎片的方法。秦烈，带叶晨来剑阁正殿。副脉主有急事。3刻前，地剑脉脉主韩渊亲自传讯，要求提前召开剑域议会。提前多久？明天5时。原本定的是后天。韩渊的理由是飞升池异动，剑士林禁地封印被触，天剑脉擅闯剑神禁地，3件事都要叶晨当场解释。3件事都是我做的，我一个人去。你一个人？你以为那是讲理的地方？剑域议会5大脉主到场，加上剑尊，他们若要镇压你，你连拔剑的机会都没有。那副脉主的意思？跑！今晚就走，带上骆子涵，离开剑域。仙界之大，总有藏身之处。子涵在百花谷，我走了，他怎么办？百花谷不会杀他，他手上有苏云秀的线索，百花谷主只会利用他。你留在这里，议会一旦对你不利，百花谷立刻会用他威胁你。我若跑了，天剑脉怎么办？天剑脉的诅咒存了8000年，不差多背一条罪名。我不跑。我体内的剑界碎片和剑印确实在互相撕扯，但手札上说，欲破此局，须碎其一。我若能撑到碎掉一个，就有活路。议会不是绝路，是契机。你想在议会上破境？不是破境，是证明给所有人看剑神的传承，不是诅咒。都退后10丈。你在做什么？手札上还写了一件事，剑印的真正用法。什么用法？这是自创剑意。剑碑林的剑意残魂教我的是剑招，手札教的是剑理，剑理通了，剑招自生。这小子在议会上死不了。地剑士巅峰，2天前还是1阶，你吃了什么？2天时间够做很多事。那就进去吧，剑尊已经到了。地剑脉首副大弟子韩素，天剑士9阶，剑域天剑世界第1人，韩月的师兄。你就是那个飞升者？是。听说你第一次进剑碑林就过了10座，打一场。议会马上开始。那议会之后？韩素是韩渊亲手教的，和他起冲突，你绝对吃亏。他很强，天剑世阶未逢对手。韩渊说了，等他突破大剑师，地剑脉就多一个脉主备选。叶晨，飞升池异动，你可知罪？不知罪。飞升池以淬体为名，行废骨之实，我抵抗是自保。飞升池的规矩立了8000年，你一个地剑士就想推翻？规矩错了8000年，还是错。剑碑林禁地封印被触，你作何解释？剑碑林10道分叉口立着一座残碑，碑上有秦无法的残魂。秦无法？你对他说了什么？什么都没说，他刚开口，没说几句就被强行拉回碑中。而我想追问，秦无法到底发现了什么，值得被镇压在剑碑林1000年？第3件事，你擅自闯入天剑脉后山禁地，取出剑神手札，手札内容你必须当众交出。手札内容我可以公开一部分，不能公开的部分与剑域安危无关，只关乎我个人的生死。关乎你个人的生死？叶晨，你是不是想说剑神的传承是诅咒？你体内的剑印和剑界碎片有问题？你怎么知道手札上说剑印和剑界碎片有问题？手札在我手里才2天，内容一直没有公开。韩兄猜得这么准。韩月，你从哪里知道的？剑尊大人，弟子只是推论。不是推论，
2天前，百花谷花莲月来剑狱找我妻子，当晚韩月就牵头四脉联名要废除天剑脉。花莲月当晚离开的方向是地剑脉驻地。叶晨，你一个外人，一来就说这些。韩月，今日你先别说话。叶晨，手札上关于剑界碎片和剑印的内容，你当众说。手札上写，剑界碎片中有天道残石，修为越高，受天道烙印越重，最终会成为天道的傀儡。剑印中染有剑神残血，残血中封着剑神对四弟的恨意，恨意不解，得剑印者会被恨意吞噬。这些是你一家之言，还是手札原文？手札在手，请剑尊过目。手札为真，天剑脉的诅咒不是剑神下的，是天道。既然手札已证实天剑脉诅咒的真相，那四脉联名废除天剑脉的事就应当撤回。不急，叶晨，我再问你，手札上说继承剑神传承者将成为仙界公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，天道不容，武帝不容，仙界规则不容。我体内有2种力量，哪一方赢了，我都不是我自己，要么成为天道傀儡，要么成为恨意驱动的杀神。那你准备怎么走？剑神在手札最后写了一句：天剑脉诅咒不是死局，欲破此局，须遂其一。我会找出方法，在他留下的路里走出属于我自己的第3条路。今日议会，天剑脉诅咒真相已明，四脉联名作废。但还有一事，剑狱大比下个月举行，叶晨，你是天剑脉的人，也要参赛，而且你的对手都不是普通弟子。剑狱大比，生死不论。明白。我说过，议会之后就打，现在议会结束了。韩素，你非要今天打？大比方还有1个月，我怕他撑不到那时候。怎么打？不用剑，你不是地剑士巅峰吗？我就用地剑士巅峰的修为与你比剑气，谁先退一步，谁输。输了怎样？你输了，退出剑狱大比，公开说苍玄界是天剑脉包庇你。我输了，这块剑元晶给你。剑元晶，大剑是突破剑宗的关键资源，地剑脉的好东西给你当赌注，他显然是做了准备。接。躲，不接。这是剑意，你一个地剑士怎么会剑意？你这是什么剑意？还没起名，刚悟的。剑碑林的剑碑教会我剑招，手札教会我剑理，理通了，随便什么招。告辞。不是剑气震伤，是一余波，他只是站着不动，就把你弄成这样。地剑脉的好东西，你赢了他，他不会罢休。1个月后大比，他会再来。真正的战场不在议会，在大比赛场。秦无忌大人刚才单独找我，他说四脉联名虽然撤销，但剑狱大比上天剑脉联合黄剑脉一起提议，让百花谷的弟子也可以以外宗身份参赛。百花谷？谷中什么时候培养剑修了？百花谷一直有剑房，只是没人在意。这次他们推出来参赛的名单里头，一个是你妻子骆子涵。百花谷的理由很硬，骆子涵手持仙侠时铸造的紫霞剑算剑修，而且她是你妻子，外宗参赛于理不通，但他们坚持让她打了头场。百花谷想干什么？多半是想在比赛当天当着你的面整她，或者用她牵制你。叶晨，骆子涵不是菜鸟，他自己能扛住百花谷。我答应过他，1个月后我去接他。3柄碎裂，9柄温养完成。谷主对你的进度很满意。剑狱大比什么时候出发？明天。你有信心？有。你知道这次的对手是谁吗？
天剑脉派出的5人，最后一个是你丈夫叶晨。所以谷主给你定了一个目标，大比上与叶晨交手。你若胜了，百花谷给你核心弟子玉牌，直接进千半莲池。你若败了，我败了如何？败了就替你留在百花谷，仙药种子的线索归百花谷所有，你终生不得离开内谷。好，你应得这么干脆。我有一个要求，外宗参赛，百花谷弟子身份我不保留。比完之后，无论输赢，我不再是百花谷的人。云。第1轮第7场，天剑脉叶晨对地剑脉韩素；外围弟子第1场，百花苦洛子涵对玄剑脉六清。嗜血剑，地剑脉的技术配件能吸收对手的剑气化为己用。韩素竟然拿这个上场。上次没动剑，让你的剑意占了便宜，这次动真格。下界的破剑也敢拿出来？这把剑不仅是嗜血，嗜血剑吸收对手剑气，会减慢对手施展剑招的速度，打持久战对叶晨不利。天剑脉叶晨胜。你的剑断了。断了好，剑断了，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。下一轮我们可能会碰上。我知道。百花谷要我打赢你，赢了进千半莲池查苏前辈的秘密，输了一辈子留在百花谷。你查你的秘密，我打我的比赛。如果真碰上，我绝不手软。我也不会。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这2个人不是在较劲，是在默契的配合。执事的意思是，谷主定的目标是让洛子涵打叶晨，但现在看，洛子涵不会对叶晨下狠手。去把备用方案拿出来。执事是说那个要人提前放在下一场叶晨的对手身上。如果洛子涵对叶晨不动真格，就让药人把叶晨废了。到时候洛子涵想不动手也不行。药人的药效会传染剑气，万一扩散，那就扩散，越乱百花谷越好抽身。啊，叶晨，你的签对百花谷洛子涵。真抽到了。这签一旦打起来，你们夫妻俩怎么收场？不管怎么收场，先打完。昨晚花莲月离开观赛席后，进了一趟百花谷的随行药房，百花谷带了药房来，这件事不对。药房，百花谷最擅长的不止仙药，还有毒。我昨晚检查了我的签号，有人改了签表。我知道，百花谷改的。不是，是韩月。昨晚我跟踪花莲月，看到他和韩月在药房后面交换一样东西，韩月给的是一枚药丸，花莲月给的是一封信。什么信？没看清，但韩月走的时候说了句叶晨的药人准备好了。药人是韩月安排的，和我这场比试无关。韩月想用这场比试吸引所有人的注意，同时让药人在另一场动手。药人混在观赛席里，不是今天的比赛选手。开始。药人是百花谷的药人，大家不要慌，不要乱。叶晨、洛子涵，撤！洛子涵，谷主给你的命令，现在对叶晨动手。违令，百花谷就杀了叶晨。子涵，别听他的。大家小心，百花谷弟子有外宗参赛者持剑闯入赛场，现场失控。调令。你，药人不是百花谷安排的，是韩月拿给你百花谷的，对吗？你偷听我们？不需要偷听。韩月的药人在赛场上用百花谷的毒物扩散，一旦毒死剑修，
百花谷脱不了干系，你被韩月利用了。韩月，你封出口做什么？封赛场，防毒扩散。花执事放心，等剑尊赶来，我会原本向剑尊汇报。百花谷带要人混入剑域大比，搞乱赛场，意图刺杀天剑脉弟子叶晨。你设局害我！设局？我是在帮剑域揪出内鬼。哼，百花谷在剑域大比里下药人，脏水怎么也泼不到地剑脉头上。出口被堵，从北侧破墙走。带我走！你们不带走我，韩月会把所有黑锅扣在百花谷头上，到时候谷主不会放过洛子涵。跟上。追！你为什么救我？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拿到百花谷和韩月勾结的证据。你刚才在赛场说的，韩月给你一封信，信在哪儿？在这里，给我。就算给你，韩月今天嫁祸百花谷的事已经成了，剑尊不会听你解释。你现在冲回去就是找死。子涵，我去引开韩月，你带信去剑尊面前。你一个人不行。行不行都要有人做。你在议会替我拖住韩月，我进千半莲池找苏前辈的种子。最后一天，百花谷的花船离港之前，我会回来。最后一天，花船离港前，你不回来，我踏平百花谷。他真不怕死？他怕，但他更怕错过还自己清白的时机。洛师姐，开门。执事还没回来，您怎么一个人？再说一次，开门。花恋月呢？他在剑域被韩月栽赃，现在躲在赛场外的食道里。那你回来做什么？信，韩月以百花谷名义私制百花谷独门毒物，再嫁祸给百花谷。剑域的韩家胆子见长。剑尊那边，我丈夫会拿着花恋月的信去作证。你今天必须预约，我要进千半莲池。花莲月的信是你从他身上拿的，花莲月人呢？他躲起来了。赛场毒物扩散，他回去就是替韩月背锅。带他去千半莲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语约进千半莲池，但进法由我定。
剑神续影，你们竟然真的能照出剑神续影？不是照出，是剑界碎片互相感应，自行拼出的残像。残像，光凭一道残像，百花谷百年基业今日毁于一旦，千半莲池的仙药种子全废，你满意了？仙药种子是用活人精血养的，那不是仙药，是邪术。邪术又如何？仙界9重天，哪一层不是拿人命堆出来的修为？你问问你丈夫体内的剑界碎片，当年剑神打碎剑界散落各界，多少人为抢碎片送了命？他剑神手上沾的血比百花谷多10000倍。剑神欠的债我会还，但你今天欠的债必须清算。谷主，剑域传讯，剑域议会紧急决议，以擅闯外宗、破坏联盟为由，要求百花立即交出叶晨与洛子涵。韩渊脉已经到外谷入口了。韩渊，他让我教人。不止韩渊，地剑脉、玄剑脉、黄剑脉3脉联名，外加百花谷在剑尊施压，剑尊压不住了。听到了，不是我要杀你，是整个剑域要杀你。韩渊嫁祸百花谷的事，你没说。我说了，但韩渊在议会上抢先一步，他拿出的证据是花恋月和你妻子在赛场密谋的留影时影像，影像里洛子涵和花恋月交换了一个储物袋，那是花恋月给我的证据。韩渊把它剪成了另一段，你从花恋月手里接过的不是信，是一袋百花谷的毒药。现在整个剑域都认为百花谷勾结天剑脉飞升者，在大比上下毒，韩渊反而成了揪出内鬼的功臣，你们还想怎么清算我？千半莲池的剑域碎片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碎片已融入紫霞剑。那走吧，百花谷的事以后再算。外谷被韩渊封了，你们从哪儿走？不从外谷走。现在追下去没有意义，按道通向剑域外围的野地，把外围出口封死。脉主，剑尊那边，剑尊压不住4脉联名，这次不是废除天剑脉，是要把天剑脉和叶晨彻底逐出剑域。没有剑域庇护，他一个地剑士能跑多远？传讯给地狱监察使，就说上古剑神传承重现仙界，剑印持有者已脱离剑域掌控，请监察使依监狱令发出追杀令。脉主，请监察使的话，叶晨会被列为仙界公敌。我要的就是仙界公敌，剑域不杀他，有人杀他。出来了。剑域议会连夜保决，韩渊动议，以勾结外宗破坏剑域大比罪，将天剑脉逐出剑域。地剑脉、玄剑脉、黄剑脉3票同意，羽剑脉陆河投了反对，剑尊弃权。弃权？剑尊若投反对，会被4脉说成包庇天剑脉，立场就崩了。弃权已经是在给你争取时间。天剑脉其他人呢？副脉主解散了所有弟子，愿意跟天剑脉走的分散引入剑域外围，不愿意跟的其他剑脉接收。百花谷的信还在我身上，只要拿到剑尊面前，韩渊假造刘颖石的事就能翻案。没用。韩渊已经请了地狱监察使，仙界追杀令，监察使一旦签发，你就是仙界公敌。不止剑域，9重天所有势力都能名正言顺追杀你。到时候韩渊甚至不需要自己动手，光是悬赏就能让无数人来找你。你要去的地方不叫仙界了，叫逃亡之路。那就走。去哪儿？剑域我留不下了，但剑域之外还有8重天。你一个地剑士拖着一个洛子涵要横穿仙界，你知道第2重丹域是谁的地盘吗？百花谷的总宗就在丹域，第3重镇域，第4重气域，每一重都有韩家的人在。你说错了一点，我不是地剑士了。什么时候破境的？千半莲池里，剑界碎片拼成剑神虚影的时候，我被那道虚影冲刷了一遍，压制剑界的瓶颈松了。那洛子涵？一个4阶，一个3级，要扛仙界追杀令，扛不扛得住，打了才知道。这个传送阵直通丹域，丹域是百花谷总宗所在地，你们一落地就会被发现。陆前辈，你在这里等我们。我不是在等你，是在还债。什么债？8000年前，羽剑脉的创始人是你体内剑印主人的第7剑徒。剑神镇压了所有剑谱，但羽剑脉历任魅主都知道真相，镇压不是惩罚，是保护。剑仆身上也染了天道烙印，剑神怕他们变成天道的傀儡，
主动封印了他们。你既然是剑神传人，羽剑脉欠剑神的债就还在你身上。这个传送阵不能用，跟我来。羽剑脉有一条废弃的古传送阵，通往第3重阵域。阵域是仙界最中立的地方，不受武帝直接管辖。你们可以在那里暂避。陆前辈为什么帮我？3脉联名时，羽剑脉可以随大流，没人会怪你。因为我见过你体内的剑印，8000年前我师祖见过一模一样的印记。他临死前留了4个字：信他一次。上阵，3个呼吸。前辈你呢？我去引开他们。阵域的接头人叫顾长亭，拿出破旧玉简他就知道。小子，仙界9重天，每一重都在等着杀你，但你能扛到现在，说不定真能走到第9层。传送通道要碎了，准备好硬着陆。第3重阵域是什么地方？陆前辈说，阵域是仙界最中立之地。中立，意味着没有武帝的直属势力。但修阵法的人，往往是最精于算计的。叶晨，这附近有剑界碎片，能感应到具体位置吗？那边，大约300里。什么人擅闯阵域？过路的，借阵域暂避几天。哼，过路。仙界追杀令今天刚签发，飞升者叶晨与其妻洛子涵被列为仙界公敌，所有界域不得收容。你长什么样来着？满脸风尘，但模样特征和追杀令上一字不差。阵域的困阵连剑宗都能困住，省省力气。我找一个叫顾长亭的人，玉简给他，他看完就知道了。解除困阵。顾长亭不是你想见就能见，他是九州镇阁东阁阁主。你一个仙界公敌，他不一定认你这笔账。他认不认，见了才知道。玉简我收到了，陆河欠剑神的人情不等于我欠。我知道，所以不是来讨人情的。那你拿什么跟我谈？通缉令说我是仙界公敌，但没说我是死人。一个还活着的剑印传人，对九州镇阁应该不是毫无价值吧？陆河说你这小子骨头硬，果然不假。进来吧。这是九州镇阁的镇阁四宝之一，剑界碎片残片。800年前，上一任东阁阁主在时空裂缝中捡到的。我腿还在的时候，曾经是镇域最年轻的阵法宗师，后来被这块碎片释放的一次剑意扫过，双腿直接废了，修为尽失。但也是那次感应到这块碎片里藏着一个秘密。这是剑神写的？不知道，但上一次地狱派人来镇域，为的就是这几句。百花谷总宗出价10万仙元时买这块碎片，九州镇阁也没卖，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剑界碎片，它对应剑界核心法则。他在认主？不是认主，是在做交易，以碎片中的法则换你体内的剑界碎片。你体内的那块碎片
让他感应到了真正的剑界本源。什么交易？他给你法则，你要给他自由，把他放回剑界，而不是永远当一块被切下的碎片。好，但条件不是放回，是把所有散落的碎片一块块拼回去。法则入了剑印，你现在可以开辟真正的小型剑界了。这就是剑界之力的雏形。是，如果你把剩下的碎片全找齐，重铸剑界，说不定真能压住天道烙印。顾阁主，地狱巡查使到了，说奉帝君之令搜查镇狱，捉拿仙界公敌，点名要你交出藏在东阁内的男人。地狱巡查使来得好快。密道通往东阁地下最深处的阵法迷室，地狱巡查使的搜查阵能穿透普通禁制，但那里是时空裂缝的残存地带，任何探查都会被空间乱流抵消。唯一条件是一，你不能释放灵力，一释放整个密道都会塌。能躲多久？3天，我再想办法引开巡查使。3天后，不管你修炼到什么程度，都离开镇狱。这里是时空裂缝。顾长亭说，碎片就是在这儿捡到的。不是捡的，是剑神当年打碎剑界的时候，碎片从撞击点穿透空间，散落到仙界各处。这道裂缝是当年被碎片砸出的疤。叶晨，这裂缝里有东西在注视你。不是东西，是另一块碎片，很小，但比顾长亭那块更接近剑界本源。这块碎片被空间乱流裹了8000年，上面附着不属于剑界的东西。这些剑痕是剑神在这道裂缝里留下的，叶晨在用剑印拼回当年剑神留在此处的剑招。巡查使在东阁待了2天，把所有角落搜了一遍，什么都没找到。刚才走了，但他在离开前拿了一张更大的悬赏令，贴在镇狱边界。哼，2万就买了命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追杀令由苍龙帝君亲笔签发，能请动5帝之一亲笔的，不是韩家人。韩渊只是给你扣了仙界公敌的帽子，但帽子能让帝君亲笔，你的罪名级别不在韩渊那一步。谁在背后？仙界9重天最不想见到剑神传人重现的，是当年围杀剑神的帝君，现在已经惊动至少2个。苍龙帝君签发通缉令，白虎帝君太宰府发密令。你惹的对头，级别比剑狱争权高了10个层次。剑界之力初步成型了，但你现在这个水平，和帝君直接对上还是送死。你需要时间成长，需要能把所有碎片找齐，把剑界重铸。余下的碎片，顾阁主知道位置吗？仙界散落的碎片共9块，牵绊连吃1块已被你妻子融入紫霞剑，我这儿的法则碎片1块已入了你的剑印，剩下7块。剑碑临近地有3块，那是被秦无极镇压的。丹域百花谷总宗有1块，西域铸剑山庄有1块，镇域还藏着1块，位置不明。魂域魂殿有1块，10具时空祭台有1块，最远最难拿的1块在地狱苍龙帝君手里。剑碑林的3块最靠近，但剑碑林境地谁都不准入。丹域那块你去就是羊入虎口。我建议你的下一块目标是气域，铸剑山庄是剑祖一脉，或许能说服。多谢顾阁主。谢。临走送你一句，剑神当年打碎剑界，不是因为走投无路，
是他主动碎的。他碎为9份，就是在等有人把他不能走完的路走完。通往气域的传送阵约3刻后开启，阵域到气域属主动传送，不需要对方确认身份。传送的过程中能检测到我们被通缉的身份信息吗？不能，这是阵域独立建设的中立传送通道，不用地域管辖的公共路线。但气域出口一落地，气域的追杀令同步自动扫描，躲不了多久。剑域那边的消息，秦无极被苍龙帝君传召，当堂要求交出天剑脉所有残余弟子，理由是天剑脉为剑神余孽，涉及当年剑神叛乱事件。余孽，天剑脉800年前就已经是剑域一部分，哪来的叛乱？帝君要的不是道理，要的是剑域的天剑脉弟子名单。秦无极当场抗命，被打入剑狱禁牢。秦烈带了2名核心弟子逃出剑狱，目前在逃亡途中。剑狱现在分裂成2派，韩渊与柳白霜等3脉随地狱命令接管了整个剑狱的防务。与剑脉陆河在为你断案时暴露了，现在被押送禁牢。天剑脉在外弟子凡暴露的，全部被围杀。秦烈逃到哪儿了？有人在气域和丹域交界处见过他，是他主动放出来的信号，多半在等你们接应。那就去气域，先在气域把秦烈接上，再去铸剑山庄。秦师兄，剑狱禁牢被韩渊接管那天，父亲传音让我跑。他说天剑脉历代被诅咒，不是诅咒，是忌惮。所有入天剑脉的人都会被盯上，被围杀，只有人死，不漏一人。副脉主在断后的时候，被韩宋一剑贯穿丹田，剑气炸碎了所有经脉。副脉主死了。他说他守了天剑脉400年，守到你这个飞升者来了，天剑脉的真相就藏不住了。他死得心甘情愿。找到目标，通缉3人，活的死的都交。呵。包扎完带秦烈先走，去铸剑山庄的方向。你呢？打完就跟上。这不是天剑社的剑气，天剑社剑气伤不了气域的特制虎甲，你这是什么力量？你是叶晨，仙界追杀令上的剑神传人。我有一样东西想与贵庄做交换。铸剑山庄先祖与我师出同源，剑神手札里提过他的名字。进，但是庄内有地狱耳目，你顶多待1晚。秦烈有伤，明天能到铸剑台吗？火毒清了就能走，不需要我扛。不需要扛，明天我自己走。